一直以来，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都十分温和。一方面，这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自古以来，中国都讲究以和为贵；而另一方面，这也受制于自身的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限制，在面对西方恶意满满的打压时，我国要发展就必须韬光养晦。更何况如今，中国正处于战略发展的关键期，而在这个时候，中国似乎更应该专注发展，避免不必要的摩擦。但是我国为何在近期接连高调向前来挑衅的国家亮剑，甚至给出实质性的警告呢？说起挑衅，最近少不了澳大利亚。先是单方面撕毁与中国签订的一带一路协议，而后又似乎想要在中澳协议租界的达尔文港上做文章，带有跟中国全面脱钩的架势。更为危险的是，澳大利亚直接在中国最敏感的底线问题上挑衅。显而易见，相较于以往的零星叫嚣，澳大利亚近期的挑衅可以说一再加码。这一次中国也没有选择打太极，而是直接下重手警告，无限期暂停5个字，就可以看出这次中方反击的力度。同样的事情日前又在英国身上发生。不久前，英国宣布将会派遣伊丽莎白号航母舰队来中国周边进行耀威活动，时间长达半年。而后英国更是在最近的G7会议上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再一次在国际上公然叫板中国。而后他们就迎来了中方残酷的惩罚。日前，中方的高级代表团正在同阿根廷方面讨论相关的国防合作事宜。知情人士透露称，中方大概率将会向阿根廷出售 GF-17战斗机，而这引来英国方面的强烈反对。原因想必大家也十分清楚，阿根廷同英国间存在一些难以调和的领土矛盾，而这次中国向阿根廷出售先进战机，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阿根廷的空军实力，这将给英国空军带来不小的挑战。确实，中国接二连三的反击，着实是十分解气。不过，这一巨大转变背后传递的信息，似乎更值得关注。观察人士认为，这种变化的背后与东西方战略态势的巨大转变有着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近段时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及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在对抗中国这一问题上都表现得十分强硬。究其原因，同中国的发展分不开。现如今，中方的实力世界有目共睹，与此带来的中国与西方间的矛盾也愈发的尖锐，对抗已经在所难免。因此，在这个时候，中国再忍让已经没有用，唯有反击。这也刚好印证了那句话：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印度新冠疫情极为严峻，每日新增病例连续10几天超30万，氧气告急。印度海军已经调派9艘军舰前往邻国运输氧气，缓解氧气短缺困境。不管我们对于印度军队看法如何，他们在疫情面前也做出努力，起码好过美国的海军的医院船几乎对疫情毫无共享。军舰运输氧气胜在速度够快，适合作为应急运输力量。印军派出的几艘舰船最大航速都在25节以上，他们主要是去新加坡和波斯湾地区国家，航程在1000海里以内，1个星期左右跑1个来回。如果用普通货船，航速只有军舰1/3左右，需要大半个月才能运回氧气。但是军舰没有专门的货舱，难以运输大量氧气。印度的塔尔瓦吉护卫舰一次在中东的巴林运回54吨氧气，相比4000多吨的排水量，运输能力的确很低，只能应急。军舰运输，印度不是首创。2战时，日本用大量的驱逐舰和轻型巡洋舰向瓜岛的日军运输人员和物资，美国称为东京快车。一艘排水量2000吨左右的驱逐舰，一次可以输出几百名士兵或者200-300吨物资。虽然运输量不大，但是驱逐舰航速够快，可以冲破美军的海上封锁。现在印度为了赶时间，用军舰运输氧气是非常之举，但是氧气是危险品，一不小心就会容易爆炸。印度已经出现了氧气厂灌装氧气瓶时出现爆炸事故了，军舰运输氧气也要注意。印度护卫舰运输氧气时，把大型氧气罐放在直升机机库内，一旦发生爆炸，直接把整个机库炸飞。印度海军与其运输氧气，不如考虑用舰艇制氧，最能制氧的应属潜艇了。潜艇在水下航行，艇员呼吸的氧气全靠潜艇制取。印度海军拥有10多艘潜艇，其中1艘自制的导弹核潜艇歼敌者号，1艘是从俄罗斯租回来的阿库拉级攻击型核潜艇，以及9艘基洛级常规动力核潜艇，4艘209型常规动力潜艇。1艘潜艇通常有50到70人的艇员，潜艇的制氧设备能够满足这些艇员的生活，而正常病人吸氧浓度是正常人的1.5倍左右，因此1艘潜艇的制氧机一天可以给35到50位病人需要的氧气。
不管印度这些潜艇是否处于备战状态还是维护状态，制氧系统算是潜艇基础设备，启动潜艇的制氧设备应该没有技术障碍。如果印度把所有的潜艇的制氧设备运行起来，可以给500以上的病人提供1天氧气。除了海军能制氧，印度的空军制氧能力更强。印度空军拥有近1000架各类型战机，几乎每架战机都有制氧能力。制氧能力最强的是属美制的 C-17 运输机，它拥有增压舱，能够同时运输上百位士兵。增压舱不但能把机舱内的气压升高，还能让氧气浓度保持在地面的水平。印度拥有11架 C-17 运输机，一次能为上千位病人提供氧气，比海军的潜艇强多了。当然，用5G 装备当制氧机，消耗远比常规制氧机要大。印度政府是否会为了人民的生命考虑动用这些5G 装备作为制氧机，应对国内极其严重的疫情呢？作者的猜测是，呵呵。近日，在 G7 外长会议结束之后，美国就拉着盟友们发表了一篇联合声明，并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国。在这份声明中，美国及其盟友们就所谓的人权问题和台海问题加大了对中国的施压，而且作为东道主的英国，为了显示 G7 峰会和自身的影响力，还特别邀请了印度、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外长作为特约嘉宾参加了本次峰会。有意思的是，这些国家大多都是中国的邻国，所以很显然，此次的 G7 外长会议实际上就是美国想借此机会来拉拢盟友对华施压。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这些盟友们还在做着100年前8国联军侵华的美梦，妄想重新组成联军再次对抗中国。但是，如今的中国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任人宰割的旧中国了，而这些西方国家组成的联盟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团结，甚至还各怀鬼胎。比如英国和法国就在近日发生了激烈冲突，法国渔船撞击了英国船只，英国随即派出2艘军舰前来示威，而不甘示弱的法国也派出2艘军舰与英国在新泽西岛海域发生了对峙。但是在盟友发生军事对峙的时候，作为盟主的美国却选择沉默，在一旁看热闹。事实上，美国的小心思大家都清楚，他只是想将这些盟友与自己捆绑起来，一起对抗中国而已。所以对于英法对峙，他们可是毫不关心，因为那与美国的利益没有多大关系。在美国呼吁盟友联手对抗中国时，还有不少国家反水表示支持中国。匈牙利就在美国拉拢欧盟以所谓的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时提出了反对。他们指出，美国在到处制造混乱时，是中国在拯救世界，而且西方也不必处处针对中国。菲律宾总统也在8国军舰开进南海的时候拒绝站队，甚至声称所谓的南海仲裁就是一张废纸而已，并且表达了不愿与中国开战的意愿。还有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外长发表抗华言论之后，急忙出来灭火，表示德国将坚决支持中欧投资协定，并且在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其他的全球性问题时，都不会与中国对着干。毫无疑问，在美国没有底线的拉拢盟友与华对抗时，这些力挺中国的言论是理性的声音。然而澳大利亚却视而不见，仍然执迷不悟地在反华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还直言军事威慑中国，派出4艘军舰前往南海。当然，澳大利亚的挑衅行为肯定遭到了中方强力制裁，并且多个依赖中国市场的行业都敲响了警钟，澳大利亚的经济也因此受到了严重影响。最后我们想说，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以及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力挺中国的理性声音会越来越多，而美国所维护的霸权主义将会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共同抵制。